你是不是觉得明明吃得很健康，天天吃青菜，不碰炸的，肥肉、蛋黄都戒了，为什么胆固醇还是超标？胆固醇降不下来，可以怎么做？吃太多胆固醇食物影响不大吗？控糖比控油更能降胆固醇。家族性高胆固醇怎么办？一起来了解。有些人天天吃蔬菜，清淡少油，但胆固醇还是很高。问题到底出在哪？6大原因。1. 遗传基因影响。有些人天生就属于家族性高胆固醇，肝脏会自动制造过多的胆固醇。这种情况下，饮食控制会有帮助，但单靠吃是很难降到理想范围的。这时候就需要结合运动，甚至配合医师处方的降脂药物。2. 疾病或药物影响，如糖尿病、甲状腺机能低下、肾病症候群、原发胆汁性肝硬化或三酸甘油脂浓度过高，也容易伴随高胆固醇。或有吃到一些药物成分也会使胆固醇过高，包括类固醇、女性荷尔蒙药物、某些种类利尿剂等。3. 氧化、饱和及反式油脂。你已经少吃油炸和肥肉，但仍然常吃氧化油脂炒的菜，是否炒菜习惯把油烧到冒烟才开始煮，感觉特别香呢？英国一份研究指出，油一旦加热过头，会产生很多化学变化，像是氧化、聚合，这些变化会让油变质，产生对身体有害的氧化物。如果经常吃这种被加热到冒烟的油，这些坏油脂会在血管里堆积，造成胆固醇升高，甚至引发心血管疾病风险。简单的说，炒菜的油一冒烟，油就氧化了，不只让菜有苦味，还伤肝，升胆固醇。所以，记得选对油脂如高发烟点、富含抗氧化物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、酪梨油，尽量低温烹调如水炒方式，别让油烧过头。另外，是否常吃含棕榈油的即食食品、锅贴、人造奶油面包呢？这些看起来不油，其实很油的加工食品，隐含了不少饱和及反式脂肪，会让胆固醇悄悄飙高。以下食物要小心：绞肉类料理像水饺、锅贴、卤肉、卤汁；加工肉品如香肠、热狗、火锅料；内脏类如大肠、猪肝；高油点心如含棕榈油、人造奶油的蛋糕、冰淇淋、面包、巧克力；隐藏油制品如沙拉酱、沙茶酱、浓汤、百叶豆腐；卵黄类如鱼卵、蟹黄、鸡蛋要适量；坚果种子类如腰果、杏仁，一天一小把就好，过多还是会造成胆固醇升高。就算是肉类，不同部位油脂也差很多，像五花肉、猪脚油脂多，选鸡胸、里脊就清爽许多。蛋白质多选择瘦肉、鱼或豆类。用油方面，避免过多饱和脂肪如棕榈油、人造奶油、牛油、猪油等，选择特级初榨橄榄油、苦茶油等好油。还有烹调方式也很重要，外食常会吃进许多以氧化油脂或 Omega-6 脂肪酸，尽量选择清蒸、水煮、炖煮的，自己带一小瓶好油去淋，或者自己煮最好控制。4. 糖分和精致淀粉吃太多。很多人戒了油，却不小心多吃了面条、面包、饼干、饮料。这些精致碳水会刺激肝脏制造三酸甘油脂跟 LDL 胆固醇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没有吃肥肉啊，为什么胆固醇还是高？可能是因为吃太多糖了。5. 压力与睡眠失调。压力大，睡不好，也会让胆固醇升高。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影响脂肪代谢，加上晚睡，睡不好，整个内分泌乱掉，胆固醇自然也会乱飙。6. 运动量不足。吃的再健康，没有运动，胆固醇还是降不下来。透过规律的有氧运动，像是快走、慢跑、游泳，才有机会把脂质代谢功能调整回来。该怎么做？6大帮助降胆固醇方法。1. 吃好油，摄取不饱和脂肪酸，如特级初榨橄榄油、酪梨油、坚果作为油脂摄取主要来源，它们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帮助减少 LD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维持 HDL。
如果能自己做三餐更好，并注意所用油脂的发烟点，避免长期食用加热后的氧化油脂，造成胆固醇上升。2. 避免加工食品。加工食品油、糖常常爆表，还藏着饱和和反式脂肪，选择原型食物，像新鲜蔬菜、全谷类、豆类、瘦肉。3. 避免精制糖和淀粉。避免摄取精制糖、甜食、饮品，多蔬菜少水果。如果不排斥水果，可隔日摄取或3天适量吃一次水果，挑选如番茄、蓝莓、苹果等，少一点面包、面条、糕点。4. 规律运动，一周至少3天，每次30分钟以上的快走、跑步、游泳等有氧运动。5. 早点睡，管理压力，尽可能晚上11点前睡，有压力时应适当疏解。胆固醇有70%是肝脏自己制造的，尤其晚上制造力旺盛，太晚吃东西或吃宵夜，反而容易让胆固醇上升。6. 定期追踪加配合医师评估，如果你怀疑有家族性高胆固醇，最好就医做进一步检查较安心。吃太多胆固醇食物影响不大吗？多数人都知道，胆固醇过高会引起心血管疾病，最好少吃高油脂及高胆固醇的食物。人体的胆固醇有2/3是肝脏自己制造出来的，只有大约1/3来自饮食。每天大约有1000毫克的胆固醇在体内流动，其中只有300毫克来自食物，其余700毫克则是肝脏自行合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只有脂肪会变成胆固醇，连糖类和蛋白质经过复杂的代谢途径后，也都可能变成胆固醇合成的原料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饮食很清淡，不碰高胆固醇食物，胆固醇还是居高不下，因为身体会自己制造。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控制饮食了。虽然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只占胆固醇来源的大约1/3，但这部分刚好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。对于身体胆固醇调节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透过饮食控制，最多可以降低约1/3的胆固醇。不过，想要有效降低胆固醇，不能只靠饮食，还需要搭配规律运动，必要时也要配合药物治疗，才能有效率的控制。如果不节制糖分和饮食，会刺激肝脏制造更多胆固醇，只会让胆固醇更高。控糖比控油更能降胆固醇。越来越多研究发现，控糖对降胆固醇、心血管健康的影响，常常比单纯控油更关键。原因是：1. 吃太多糖，身体合成更多胆固醇。多余的糖，尤其是精致碳水和甜食，会被肝脏转化成脂肪，这会促进内生性胆固醇合成，也就是身体自己制造胆固醇。吃太多糖也会升高3酸甘油脂，降低好胆固醇 HDL， 进一步加重血脂异常。简单说，吃糖会让肝脏变成脂肪工厂，导致坏胆固醇 LDL 升高和3酸甘油脂上升。2. 高血糖会导致胰岛素阻抗，恶化血脂。胰岛素阻抗不只影响血糖控制，也会让肝脏制造更多胆固醇、脂肪酸和极低密度脂蛋白 VLDL。最后会出现糖尿病型血脂异常，例如高3酸甘油脂、低 HDL、LDL 颗粒变小又密集，容易造成动脉硬化。所以糖尿病患者常常胆固醇和3酸甘油脂也跟着乱掉，是生理机制联动的结果。3. 控糖饮食改善胆固醇。多项研究显示，控糖饮食，例如地中海饮食、DGI 饮食或减糖饮食，对于 LDL 下降、3酸甘油脂下降、HDL 上升效果都不错，反而是单纯的低脂饮食效果有时不如预期，甚至让好胆固醇变得更低。控糖重点：减少白面包、甜点、含糖饮料，多选用低 GI 的全谷类、豆类、蔬菜、瘦肉。限制进食频率，避免碎片化饮食。控油重点：减少饱和脂肪，如含棕榈油的即食食品、酱料、肥肉。避免反式脂肪，反式脂肪会增加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如以氢化植物油制造的食物、人造奶油、起酥油、饼干、蛋糕、沙拉酱、奶精。食用健康油脂，
如特级初榨橄榄油、酪梨油、坚果、深海鱼。所以，控糖比控油对胆固醇控制更关键，但两者搭配才是最佳策略。家族性高胆固醇怎么办？家族性高胆固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，即使饮食少油，胆固醇还是可能偏高，因为肝脏天生回收胆固醇的能力比较差。可以怎么做？一、确认诊断很重要。如果有以下情况，可找心脏科或新陈代谢科做正式检查。明明很年轻，30到40岁，但 LDL 胆固醇已经超过160到190以上。有家族中多人提早心肌梗塞、中风或胆固醇高。没吃药 ，LDL 胆固醇总是破190以上。医师会根据你的 LDL 胆固醇值、家族史，甚至抽血检查 ApoB 或遗传基因，帮你确认是否为家族型。2、配合药物治疗。对于这类患者，光靠饮食和运动通常不够，大多数需要长期使用药物。常见的药物包括史他汀类，帮助肝脏减少胆固醇合成；伊泽替米贝，抑制肠道吸收胆固醇；PCSK9 抑制剂、针剂。这些药会根据你的状况，由医师评估搭配使用。3、饮食还是要注意。虽然饮食不能完全控制，但正确饮食仍可降低整体风险。适量吃蔬菜、全谷类、优质蛋白、豆类、坚果，食用橄榄油、酪梨油代替动物油。避免饱和及反式脂肪如含氢化油的面包、炸物、甜点。控制糖分，避免刺激肝脏制造更多胆固醇。4、运动、作息、体重管理。规律有氧运动可提升好胆固醇，减少内脏脂肪，有助改善脂质代谢。睡眠品质稳定，也会帮助调整胆固醇平衡。5、追踪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家族性高胆固醇如果没有控制，风险会比一般人高很多，提早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会大增。但如果从年轻就开始稳定控制，寿命与生活品质可以接近正常人。总之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时是遗传或代谢因素，不一定全是吃出来的，应先做检查后再对症下药。控制饮食和运动，维持理想体重是基本功，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改善。如果数字偏高，可找医师评估原因与是否需要用药哦。今天明白了胆固醇降不下来的原因和可以怎么做，那么降胆固醇的营养素有哪些？三餐怎么吃？你可以观看这期影片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周围亲友们，一起获取实用的健康知识。下次再见哟，拜拜。